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的新一期的节目。那这期节目可能是非常喜闻乐见的一期，为什么呢？因为我会讲我是怎么准备 Google 产品经理的面试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发布了第一期视频之后呢，当时在视频里面我讲到说，当时我准备 Google 产品经理的面试花了4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呢怎么样，后来就被录取了。那么下面呢就有不少的同学留言，比如说这位华科的大师兄，那他就说，要不要介绍一下这4个礼拜，或者是你怎么准备 Google 的面试的？那我觉得大师兄都在这里留言，那我肯定是要做一个这样的视频，肯定要做一个这样的节目。所以呢，今天我会做这个节目，会讲我当时是怎么准备 Google 的产品经理的面试的。然后在这期节目的最后呢，也会有这个回答问题的环节。所以的话，请坚持到最后来看我们最后的回答问题的环节哟。好，在进入到这个话题之前呢，我首先要讲一下一个声明，就是说我当时准备 Google 的产品经理面试是2012年的事情。2012年，今年是2019年。所以呢，已经有一会儿了，所以呢，很多事情呢，可能呢，已经有一点点变化，比如说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网络材料，比如大家现在非常熟的什么 Cracked PM Interview 啊，什么 Louis 0啊等等这些，那个时候都没有，所以我基本上是完全 DIY 的。那么你们现在呢，有更多的资源，所以呢，也是一件好事，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今天讲了很多呢，只是我当时的做法，不代表呢你一定要这样做，也不代表呢你这样做就一定能去 Google 上班，这个不一定的，只是说呢做这样的一个分享给大家。好，话说呢，这时间啊就倒推到怎么样呀？2012年的春天，我当时呢正在念 MBA 的1年级，然后我就怎么样投递了 Google 的产品经理的实习，我相信大家都会投的，对吧？没有人不投，对吧？但是我其实没有想到会拿到面试，因为我相信这可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就拿到了。我当时拿到面试的这个通知的时候，我内心其实是比较激动的，而且呢，我内心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因为我知道这个面试是很难的，而且很有可能是我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因为我毕竟没有去一个特别强的学校，比如说斯坦福啊，比如说哈佛这样的学校，那我依然有机会拿到这样一个面试，那有可能就是如果这次机会不抓住，可能就没有下一次了。而且我当年在北大念研究生的时候呢，我曾经是面过 APM 的，我面过 APM，而且面挂了，所以我知道这个东西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我首先对这个机会觉得非常珍惜，而且呢非常重视，非常重视。然后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当时整个流程，讲完流程之后我再讲我是怎么准备的。这个流程是这样的，首先我拿到了这个面试的邀请，然后呢就跟 HR 呢约一个时间打电话做一个电话的面试。注意这个时候还是我1年级，还是实习的时候。然后呢打完这个电话之后呢，本来呢应该是说，如果你的这个电话面试如果面得好呢，他可能会让你进入到下一轮，比如说在现场去面试啊等等之类的。但那个时候呢，我拿到了高通的 offer， 我当时在这个第一个视频里面曾经提到过，当时呢那个 offer 很快呢就会没有了，如果我不签的话，他就不会等我了。那 Google 呢，我就跟他聊了一下，他说这个没办法，我们不可能那么快的时间1个礼拜之内就给你结果，这是流程上做不到，所以呢，你就必须做一个选择。那个时候我想说，那我面你也不一定能面得过，那这个手上有个 offer， 我要不就怎么样呀，就把这个 offer 就拿了吧。当然了，后面我没能去成高通这个 offer， 那是后话。那因此呢，那个时候呢，我就怎么样把 Google 的这个面试呢，虽然我面了一轮，后来我就把它推掉了，我就说那实习我没有办法面下去了，因为这个 offer 我必须签了。不过当时呢，我知道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就是我第一轮电话面试的面试官对我的结果评价是不差的，就是他们其实是打算让我去面下一轮的。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数据点，一个 data point， 就是至少当时我面的还是不差的。然后暑假的时候呢，我就当时跟我一起帮助我做这个流程的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个同学呢保持了联系，然后我就说，中间说，我到了这个2年级的时候还想继续面 Google 呀，他说那你到时候跟我联系吧。好。到2年级的时候呢，我暑假的实习晚结束了，大概是9月份的时候，我就给他发了封邮件，我大概是这么写的，
说当时呢我面了 Google 产品经理的实习的第一轮，而且呢当时结果还是比较好的，我只是因为其他的 offer 因为要过期了，所以我不得不怎么样呀，不再继续面试下去。那作为我认为我是一个有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至少是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吧。当时我用的词叫 as a competent candidate，大概是这么说的。那么我呢，希望呢能够和你继续呢讨论这个全职的产品经理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哎，这样他就继续和我说行，没问题，马上安排面试。所以当时2年级的这个呢，我连简历都没有投，我等于是直接就通过当时这个关系呢，直接找到当时这个招聘的这个老师。那么所以呢，就直接呢让我安排了店面，然后店面完了之后呢，再把我送到了这个总部这边去现场的面试，面了好多人。然后呢，我就最后呢非常幸运的拿到这个 offer。那后面就怎么样呀？怎么签 offer 呀？这个入职啊？那今天就不讲这个话题了。所以这是整个流程。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在2年级的时候啊，因为我知道我是在校生，我9月份给你投递，不管怎么样，我到第2年5月份才能去上班，因为我得毕业嘛，对吧？所以时间不着急，不着急。所以呢，每一轮他给我时间选，他说，哎，马上电话面试，这里有4个时间，你选哪一个？我选最后一个。他说，哎，那么下一个是到现场来面试。恭喜你通过了这个电话面试，就到我们这个总部来面试。这里有4个选择，选哪一个？我选最后一个。为什么呢？反正不着急，所以我每次都选的是最远的那个，这样留给我足够多的时间去准备。那么这点呢，如果你是在校的 MBA 或者在校生的话，你如果时间不着急的话，你也可以这么做。好，那我是怎么准备这个事情的呢？我大概是做了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人聊。那这个如果你读 MBA 的话，你就会知道 ，MBA 你读着你这个找工作就成精了，就是这个所谓叫 informational interview， 中文就叫找人聊，就已经达到了一个痴狂的程度。你要去面公司，特别是你非常重视的公司，你要狂找人聊，去不断的去学习这公司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我那个时候呢，聊了差不多得有10个人，那比如说呢，我能记起来这么几些人哈，比如说。我当时的研究生同学在 Google 做工程师，我当时前同事的老公在 Google 做工程师，我前在北大为民灌水的时候的网友是 Google 中的创始团队之一，我前北大同学的本科校友在 Google 做产品经理，还有一起 MBA 实习的印度同学的他的本科同学也在 Google， 还有在 Google 实习过的 MBA 同学，比如说上一届的学长 Jeff， 还有杜克的 Jasmine 等等之类的。那刚才我在读了这个 list， 对吧？还有，所以你想想看，都是一些非常非常的多的人，然后呢，我去向他们请教。其实这里面还是蛮有帮助的。就比如说，杜克的 Jasmine 当时是在 Google 做的实习，他在跟我讲说，他说我去实习了，我没有觉得这人很了不起，你千万不要怕他们。我觉得这个当时对我很有帮助，因为你去面 Google 的时候，你内心呢其实是对自己的自信心是一个挑战，就会觉得哎呀，那些人都很厉害，我呢很平凡，对吧？说不定怎么样，我不够聪明或者是不够优秀，那对我来说肯定会很紧张去面试，对吧？所以他当时跟我这么讲呢，让我心中呢就是呢平静了很多，所以非常感谢 Jasmine 当时给我这个分享。好，刚才讲的呢就是聊天，我聊了10多个人，或者是上10个人吧，我具体记不得了。第二个呢就是刷题，你说做产品经理还要刷题？反正我当然是刷了，反正我也没有其他的各种信息可以给我使用。我做什么呢？我就去当时的有个网站叫 Glassdoor 现在应该也还在 Glassdoor 上面有很多的面试题，就是别人去面的题，然后我就全部都拿下来看一看。然后我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把这些面试题做了一个分类。比如说我发现这里面好些题目它是一种类别的。比如说有一种类型叫做产品设计类题目，对吧？我专门做了一个分类，说产品设计类。还有一类题目是什么呢？是分析类题型。还有一类题型呢是这个问题解答 （problem solving） 类的题目，对吧？还有一类是战略规划等等。当时呢，我就把这个各种题型呢，我在 Glassdoor 上看到呢，都把它一个的放在相当于一个题型的这个类别里面，然后我怎么样呢？我就一个的去解，我就说，哎，这个题型如果我去解的话，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去解？这个题型我去怎么解的话，我就用什么方法去解？相当于是我用每个题型我自己怎么样呀，去做出来一个解决这个题型的方法论。
那每个题型我都有一个方法论。那如果我没有的，就比如说这个有点类似于咨询风格的这种 problem solving 的题目，可能我不是非常擅长。当时呢，我就去找了这个当时在战略咨询做实习和工作的师兄，说，哎，你能不能教我一下，如果是你们遇到这种问题是怎么解决？他是告诉你怎么样能把这个东西不断的分解，我们英文叫 break down，然后呢去寻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解决这个问题等等之类的。总而言之呢，我会的我就自己去寻找一个解决这类问题的一个方法论，我不会的我就问别人，然后别人教我一个这样的方法论。然后呢，特别讲一下技术类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 Google 产品经理是要面技术的，我当时也不知道如何准备起，我就看了一下 Glassdoor 上面别人面技术的题目，然后呢，我大概看了看，我觉得好像这个题目也是有一定的相关性嘛，就比如说很多的题目都是关于数据结构，都是关于算法分析，对吧？类似的题目，那我当时呢，就是因为我以前其实是学过技术的，但是呢，我很久没做过了，我做过 marketing，读了 MBA，所以呢，很多东西都忘记了。所以看到他会这么考呢，我还真的是去拿数据结构的课本好好的复习了一下。所以我看到他居然是要考这个，比如说数据结构的各种结构啊，对吧？比如说数啊，什么二叉树啊，什么堆栈啊，然后算法分析里面的什么排序啊，什么回溯呀、分支啊。还有它的什么怎么计算时间复杂度呀等等之类的，这些我当时是真的是拿课本复习了一遍，然后呢还去做了一下题目，然后呢就靠这个去准备，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做这个事情。所以呢，第二个呢是刷题，第三个呢就是我当时呢，因为我非常重视这个事情，我就非常想找一个有经验的人给我做个模拟面试，但是我又找不到。所以呢，我就采取了怎么样？采取了付费的方式。我在网上找了2个人，一个是前微软的产品经理，一个是前 Google 的产品经理。我给钱给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做模拟面试？他说好呀。然后呢，当时前微软产品经理呢面完之后，他说你这个还这个不足，那个不足。我说不错不错，然后回去又继续学习一下。然后前 Google 的产品经理后来面完之后呢，说我觉得你准备的差不多了。这个其实很有用，因为这个给了你一个信心，就是你去的时候你知道我基本上应该大体达到了你的这个要求，这样的话呢，我去面试的时候呢，我的内心是比较平安和稳定的。好，所以总结一下，我当时做了3件事情：第一个找很多人聊，第二个呢去刷题，就把网上的题目都下载下来，然后分门别类的去攻克。第三个呢，找人做模拟面试。所以当我去面试的时候，我大概状态是这样的，就是我大概知道他会出什么类型的题目，然后我大概知道我每种类型的题目用什么方法论去解决，以及呢，我因为通过和人做这样的模拟面试，我内心是大概知道我的方法论基本是正确的。就这样一个状态呢，去面试的时候呢，我感觉到我还是比较有一定的把握的。当然了，在实际的面试过程中，还是遇到了非常多的我没有怎么样准备过的题目。但是呢，随着可能比较好的运气，最终呢，我还是能够拿到这样一个 offer。这个呢，今天呢讲的就是我准备 Google 产品经理面试的过程，这是发生在2012年的事情。好，现在进入到这个答疑时间。答疑时间呢，有一个小伙伴在我们频道的这个下面呢问说，我们的产品经理常常改变需求，请问在硅谷也是这样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首先呢，作为产品经理呢，你既不应该改变需求，而且你自己其实也最好不要，就是你自己也不想改，你知道吧？所以有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说，哎，产品经理老改需求，其实产品经理自己不想改需求。和最好是什么样的？你这个东西一旦定下来了，就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目标一直走下去。有的时候他改需求呢，其实是为了产品好，是因为有新的信息过来，有的时候呢才能够怎么样呀，做出一个新的决策。这个呢，往往啊，不是说他自己愿意这样子的。所以回答你的问题，美国有没有呢？美国一样有。这个呢没有办法，有的时候我们呢，产品经理真的是不想这样子，有的时候是一个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一个不得不去采取的行为。下一个问题，请问大舅 ，analyst 如果转 PM，在公司内部转还是先上 MBA 再申请，比较现实？这个问题可以看我上一期的节目，专门讲了几种不同的类型的这个进入到产品经理的渠道。那如果你已经是公司内部的 analyst 的话呢，其实2种都可以，就是你既可以在公司内部转，也可以去读一个 MBA。那当然了，这个要看你哪个
对你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渠道，因为内部转也要看公司是有什么样的规章制度给你来转这个机会，以及你的公司内部有什么样的支持。那如果是读 MBA 的话呢，也要看你现在的工作经验，对于申请 MBA 来说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你工作经验是长是短，在哪里等等之类的。所以呢，这个我可能不能给你一个一概而论的结论，但是总体而言呢，这两个方法其实都是可以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呢，请给我们点赞，而且呢怎么样订阅，并且怎么样呀分享给其他有需要的朋友。那么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就像今天我们解答的问题一样呢，请你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留言。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